你们宗门联盟的人还挺善良，这格局确实令人叹服啊。黑山盟被这些话说得脸上青一阵紫一阵的，非常的不爽。多谢大家谬赞，我宗门联盟一向是以正义为己任，绝不会滥杀无辜的。行了，你们倒霉也没办法，回去吧。他们把我们送出来之前还放了狠话。什么狠话？说他们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以后见到黑山盟里除了黑金山以外的人，束手就擒的直接没收掉戒指，毁掉符石送出辅导。什么玩意儿？除了黑金山？对。黑山盟盟主气得头顶冒烟。那要是见到了黑金山的人呢？格杀无论。别说其他三大势力，就连任堂连也惊呆了。还有就是因为金世虫的脑瘫操作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为了给他足够的重视，要是遇到黑岩山的人表现好的话，可以有一次不丢出岛的豁免权。这什么意思啊？这是要从内部瓦解他们吗？任堂连，这就是你说的宗门联盟一向是以正义为己任，绝不滥杀无辜。任堂连也没想到还有后续呀。我是这么说过。那你的意思是我们黑山盟里只有黑金山不是无辜可以滥杀的？这可是你自己说的，跟我可没有关系。这人还要不要脸了？我知道上次偷袭你不服气，既然你都已经如此不要脸地针对我黑金山了，我也没必要对你客气。黑山盟主息怒，说不定是一场误会呢。误会？有话就说，一次说完，我让他死得清楚明白一些。盟主，这不是误会，他们放狠话的时候，那个为首的小姑娘说了，让您记住她的名字：宗门联盟清玄宗叶玲珑。说完了吗？还有一句。讲。他说他是人盟主的宝贝徒弟，这次专程给他报仇去的。这就是你说的误会？你家弟子嚣张成这样，哪里来的误会？眼看着他马上就要提剑冲过来，任堂连心里一惊，动真格啊！黑山盟主是个元婴，他倒不怕，但是他身后还站了一个化神老祖，可如今他重伤在身，不宜动武，不能打。快看，又有光点消失了。趁着黑山盟主一晃神的时间，带着宗门联盟所剩的所有人一起卷铺盖跑了。任堂连拿出了一面镜子，他手一挥，镜子飞到半空中迅速放大，变成了一个光影，光影里出现了辅导前面的画面。这一次的人数竟然有8个。这招也太牛了，直接化劣势为优势，开局就淘汰了10个黑山盟的人。怎么样，我徒弟服不服啊？4大掌门互看一眼，默契的不吭声了。服归服，但见不惯你这小人得志的嘴脸。忘了刚刚落荒而逃是个什么样了吗？辅导之内，叶玲珑看着他们这一大群人，陷入了沉思之中。不行，我们这个速度还是太慢了。他们必须要尽快将散落在各处的那些落单的人找到，在他们聚齐一窝之前把他们给送走。毕竟这福岛确实是一块巨大的宝地，这里面的宝藏值得慢慢搜刮。那小师妹是有什么新的想法了吗？有啊，我有一个好玩又刺激的想法。所有人浑身一僵，总觉得又有人要倒大霉了。我们分工合作。叶玲珑环视了一周，手指一指，选了个风水宝地。我选择那里做我们的新的屠宰场，现在由我来指定最强屠夫人选。叶玲珑手指点点点，点了10个人。你们去那边蹲着，我顺便给你们布个阵。那剩下的我们这些人呢？当诱饵喽，去寻找各自的猎物带过来。豆芽菜，你们这些金丹去当诱饵我懂，可是为什么连我这个元婴也要当诱饵啊？因为你长得欠揍啊！司玉晨当场就笑出了声。那我大师兄为何也是诱饵？因为他看起来快死了。司玉晨马上就笑不出来了。清玄宗那几位不太擅长战斗的师姐师妹们，他们都留在了基地。叶玲珑走之前把这一片地圈了起来，在外围布置了阵法和结界，有人闯入他们会立即知道。小师妹，我要跟你走一块，你带我去大杀四方。好啊。两人便一起出发了。叶玲珑还把胖头、招财、太子以及小白放了出来，
让他们一边跟着自己走，一边搜刮路边的东西，但凡是有用的，通通捡光，一个不留。为此，他来之前还准备了10来个戒指，不同的东西分类存放，便于日后清仓。至于那些大宝贝，他并不着急去跟别人抢，毕竟人家就算抢到了，最后也是来给他送快递而已。哎，这里怎么会有2个金丹期小姑娘？长得好漂亮啊！估计是哪个势力的领头带的女人吧，不然就凭他俩，怎么可能有资格进来呢？对呀，咱少主不也把少夫人带进来了吗？喂，小妹妹，你们是谁家的？要不要过来投入到哥的怀抱啊？陪我们玩爽了，就不杀你们了。哎，小师妹，看这个穿着，好像是黑金山的人呢。哟，你还挺识货的。你这话说的，你们黑金山的货色丑到别具一格，我们怎么可能会不认识？你嘴巴放干净点，不然一会儿有你们的苦吃。小师妹，他们只有4个人呢。怎么，现在知道怕了？倒不是怕，就是觉得你们人有点太少。还有兄弟吗？多叫几个过来。4个你们还嫌少？你们胃口挺大的呀。但我觉得4个太多了，再多几个就分不过来了。小姑娘，你们先把我们4个伺候好了再说呀。好好伺候，从头到脚，伺候舒服了就留你们一条命，伺候不好就直接分尸了。说完，那个黑金山的弟子还拿出了一件染血的肚兜，在叶云龙和陆白薇面前晃了一下。看见没，在你们之前有个不识相的香消玉殒了，才玩了1次，好可惜呀。看到他们这恶心的嘴脸，陆白薇气得不行。你们比她长得漂亮一点，都乖一点啊。然而他们还没碰到叶云龙和陆白薇，就被从一旁草地上扑过来的太子给挡住了。他咬住了其中一个人，紧紧地拉扯着，眼底的煞气抑制不住地迸发出来。太子说好久没吃人肉了，这几个不准再放走了，别把戒指给吞了就行。听到叶云龙同意，太子回头就是一口吞，吓得他们脸色发白，转身就跑。一边发现情况不对劲的招财立即扑了上来，迅速地抓住一个拎了起来。那黑金山的弟子看到招财，吓得浑身都在发抖，把身上的那一件染血的肚兜都给抖掉了。讽刺的是，下一秒那件肚兜上便沾上了新的一片血迹。招财手撕了那黑金山的弟子之后，顺手咬掉吞进了肚子里，终于又能吃到手撕人类了。另一边，一个黑金山弟子正被一群纸片人围堵，他的手脚和身体上爬满了纸片人。小白指挥着他的小弟们迅速地侵占那黑金山弟子的身体，控制了他的意识，然后下一秒他便伸手咔的一声拧断了自己的脖子。我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求求你放了我吧。叶玲珑心中有些迟疑，看着这人的目光多了几分打量。这个人从一开始就站在他们身后装模作样，他从未放过狠话，眼神有些闪躲，就因为他一直躲在后面，所以第一时间才跑得最远。你的兄弟呢？不会就你们4个人吧？在那边。愣着干什么？带路呀！好，我马上带路。他这辈子就没有压力这么大过，好可怕呀！他们是等着自己完成带路任务之后就迅速开抢吗？还有一段路呢，我们聊聊天呗。您说，跟我说说你们那位少主夫人的事情呗，我对她好奇得很啊。她长得很漂亮，但为人很凶残，比你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不是真的？他都已经带着这几个好大儿吃人了，竟然还输叶荣月一截，怎么个凶法？他来了之后，在黑金山上设了一个炼狱，但凡是不听话的，或者是得罪了他的，就送去炼狱里面。里面具体有什么不知道，但是进去的人没有一个能完整出来的。什么叫没能完整出来？就是尸体会被抬出来，但是抬出来的时候已经被全身吸干，并且面目全非了。就是他用法宝吸掉了人的修为？不止，吸干之前他应该还做了别的事情，因为那些被吸干的人皮肤很松弛，像是被人膨胀过。不仅如此，他们身上的皮肤还五颜六色，各不相同，一看就知道之前中过剧毒，而且……那人越说越激动，甚至掩饰不住自己眼底的恨意了。而且每一个死去的人眼睛都是睁着的，饱受痛苦，他们全都死不瞑目。叶玲珑轻咳了一声，提醒一下这位老兄别丢了演技。我的意思是他们死得其所。为什么死得其所？
因为他们的死亡换来了金世虫的化神啊。黑山盟人人崇拜金世虫，知道他天赋超群，修为卓越，也知道他是在少夫人的帮助之下突破的修为，整个黑山盟都在感谢他们俩呢。到了。只见他们已经到达了黑金山弟子休憩的地方，那里有10多个黑金山弟子，而此时他们正在折磨被俘虏的其他势力的弟子。有女弟子此时正被其他3、4个黑金山弟子摁在地上施暴，有一个男弟子正在被绑在树干上，他们正一刀刀的从他身上削肉放到架子上烤，还有一个男弟子正被摁在地上放血，那场面看起来简直丧心病狂。小师妹，这好可怕呀！他们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因为少夫人喜欢这个调啊，越是残忍越是变态的事情越能得到她的赞赏。你们少夫人是个疯子吧？或许是闯到人间的魔鬼呢。叶荣月到底想做什么？他如此教唆黑金山的弟子，然后又帮助他们变强，助长他们侵略整个下修仙界，这是要把下修仙界变成人间地狱吗？哟，来了新人呐！还是2个漂亮的金丹小妞吧。来，一起伺候大爷呀！啊！红颜一出，光芒闪耀，带着凌冽的剑气迸射四方。穿黑衣的都是食物，不用客气，放开了吃。叶玲珑这话一出，招财太子便冲了上去，就连最胆小怕事的小白也嘤嘤嘤的指挥着小弟们动起来了。而叶玲珑手握红颜，直冲那个女弟子所在的方向。同一时刻，陆白薇迅速的在他脚下铺了加持场，双方很快打了起来。叶玲珑一招一式都流畅又果断，剑起剑落，所过之处血花飞舞，一片肃杀。那一刻，被俘的弟子们愣愣地看着他，仿佛是看见了从天而降的战神一般。当所有黑金山弟子全都死完的时候，叶玲珑手中的红颜还在滴血，地上一片狼藉。就在这时，被他挟持而来的那个黑金山弟子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你杀了我吧，我死而无憾了。”“你真的死而无憾了吗？可你最大的仇人还活着呢。”听到这话，那弟子猛地抬起头来，嘴唇被他咬破，双眸一片红肿。叶玲珑走到他的面前，将他梳起的发髻轻轻一扯，他的长发便落了下来。他抬着头，愣愣地看着叶玲珑：“她竟然是个姑娘！小师妹，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你什么时候发现的呀？我竟然一点也没有察觉到。”“你起来吧。”“你不杀我？”“我今天心情不错，打算收一个俘虏，给我姐妹俩端茶递水，传递消息。”叶玲珑抬手便在他身上做了个静止，把他元婴期的修为直接压成了炼气期。现在你就一炼气，你若是离了我，在这杀戮遍地的福岛，你一刻也活不下去。而且我给你的禁制上还做了标记，以后你就是我的小跟班了。这姑娘好厉害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邱凌雨。”“我叫叶玲珑，以后你叫我一声叶子姐就行。”“叶子姐，你还未及笄吧？”“什么？”“我20且嫁人了。”这时，一旁的陆白薇忍不住笑出了声来：“我们家小师妹有一颗大姐大的心，你这个小俘虏，让你喊姐那就喊姐，你哪那么多事情？”叶玲珑回过头瞪了陆白薇一眼，陆白薇瞬间不笑了：“有资格喊我家小师妹姐的人屈指可数，那是你的荣幸，快喊！”“叶子姐。”叶玲珑没理他们，走过去查看那女弟子的伤势。只见她全身衣服都被撕碎了，身上伤痕累累，惨不忍睹。他从戒指里递了一枚丹药给她，然后又对她用了一次大重生术。“好点了吗？”“好多了，谢谢你。”“不客气，药钱和治疗费等会儿结一下。”见过杀人的，见过救人的，没见过收费的。不要那么惊讶，福岛遍地杀戮，总有人是打不过的。我难道还要见一个救一个吗？我又不是好人，身上没有佛光的，还是保持最纯洁的金钱关系吧，省得你们回头又来报恩，牵扯不清。”那女弟子咳嗽了2声，从戒指里取出了一个瓶子，递给了叶玲珑：“这是我们醉花宫独门秘方酿制的醉花玉露，可助人迅速恢复伤势，重塑经脉，重长骨肉，非常珍贵。你拿去吧。”醉花宫，听起来应该是苍山72宫的人。那行，你走吧啊，我去找那俩收钱去。我小师妹喊你走，你就赶紧走吧。我们出来是打劫的，一般遇上了都要没收全部家当，驱逐出福岛的。现在只收了你一瓶醉花玉露，他的内心一定非常煎熬。
那弟子愣了一下，然后顺势点了点头。他的另外2个师兄也交完了钱。恕我冒昧，姑娘可否告知姓名？宗门联盟清玄宗叶玲珑。宗门联盟清玄宗陆白薇。那3个醉花宫的弟子点头表示记下了，然后就转身走了。一眨眼，这是13个戒指又到手了呀，美滋滋。你还知道其他弟子的行踪吗？不知道了，我进来以后就只跟他们会合。那你可有办法联络附近的黑金山弟子？有。那你现在给他们发个消息，就说你们在这里遇到了埋伏，同门死伤无数，对方十分嚣张的放狠话说，就说看上了你们家少夫人，迟早要把她抢到手。邱灵雨一愣，虽然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但还是按照他说的去给黑金山的弟子发了信息。发完了，我们是要在这里等吗？别说黑金山的弟子了，就是你们少夫人也不配让我等。你这一身黑金山的衣服换掉，然后继续搜刮扫荡。一开始他还不懂得搜刮的意义，直到他们所过之处就跟绿洲变荒原似的，他才理解了搜刮的含义。你召集了黑金山的弟子，或许他们已经到了，你为什么不等等他们？你就这么巴不得他们死？对，我就是想他们死，我希望整个黑金山全都死干净。为什么？因为他们杀了你的夫君？我的夫君为了救我，被叶荣月送进了炼狱里，成了金氏虫的养料。在这之前，他是整个黑金山最有天赋的弟子，年纪不过25，便已经是元婴后期，差一步化神。比起38的金氏虫，50岁的魏正坤资质好太多了。可即便是这样，叶荣月强行把他送入炼狱的时候，掌门不阻止，少主不阻止，甚至他的其他同门也只敢眼睁睁地看着那么优秀的他成为一个废物金氏虫的养料。就单单是因为他不听话，不肯把我交出来，所以在他们眼里，日夜相处的一个人到底算什么？所以叶荣月想要的其实是你，你身上是有什么他垂涎的东西吗？邱灵雨一愣，他没想到叶玲珑这么会抓关键。你若是不想说就不说，这话题便到此为止吧。叶玲珑转过身去，继续他的扫荡。叶子姐，快，大鱼，有一池子大鱼，而且还在打架呢。听到罗延忠的话，叶玲珑和陆白薇赶紧跟着他一块儿跑了。邱灵雨迅速地跟上，他们在一棵茂密的大树后面看到了偷偷摸摸蹲着的江余征。叶子姐，他们打得也太久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收割呀？你还想等他们两败俱伤再收割？你做梦呢！啊？他们打了半天还是不分胜负，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当然是不打了，虽然打不输，但是也打不赢啊。有这个时间，还不如换个目标呢。你看，你自己都知道不适合再打，他们不知道吗？等他们领悟过来，你的鱼就分头跑了。那怎么办呢？当然是抓紧时间去劝架了。怎么劝呢？叶玲珑唇角勾起，狡黠一笑。罗延忠和江余征两个人立即浑身一僵。正当黑山盟的人正犹豫着要不要撤退的时候，他们余光瞥见不远处有3个人正鬼鬼祟祟的趁着他们不注意爬上了那一棵茂密的大树。看到新目标之后，黑山盟的人迅速的脱离战局，朝着那棵树跑了过去。百教神殿的人看情况不对，他们也迅速的跟着跑了过去。而罗延忠手里的灵果则干脆控制不住，挣脱他的手掌，自己跑掉了。灵果，那是生了智的灵果，他们自己会动，大宝贝啊，这是。然后所有人朝着他们3个追了上去。不行了，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们分开跑，看谁倒霉吧。眼看着他们3个兵分3路，黑山盟和百教神殿的人嗤笑一声，他们人多呀，也分3路不就得了？幼稚。追着追着，分开的3路人忽然在同一个路口又见到了自己的兄弟们。哎，等一下，不会有埋伏吧？你们怎么不追了？后退。没退路了，既来之则安之，把学费交上来，我自然会送你们离开。什么学费？不是吧？你们都被人设计引诱到陷阱里面了，到现在还没学会警惕？就你们几个想困住我们那么多人？下一秒，嗖嗖嗖的，守候在基地的人一个个迅速出现，把他们围一圈围了起来。说吧，走一遍流程呢，还是直接快进？什么流程？什么快进？走一遍流程就是你们尝试反抗，然后被我们暴打一顿，最后交出所有家当，滚出辅导。
下一计呢，就是直接交出所有家当，滚出辅导，省去了挨打的那一步。开玩笑，就凭你们？欧了，他们要走一遍流程，那动手吧。喂，等一下！黑山盟和百教神殿的人万万没想到，对方说暴打一顿，是真的下狠手暴打一顿。这个被他们称之为屠宰场的地方是有阵法的，他们所站的位置是挨打位，被画了圈出不去的。而宗门联盟的人站的位置是打人位，他们可以在周围自由的移动，选择往中间丢法诀、丢剑气、丢爆炸符、丢各种能够造成伤害的东西。这群人的手段老练，装备齐全，流程细致，分工明确，能做到那么专业的打劫，是真的让人叹为观止啊！直到天快黑的时候，那个红色衣服的小姑娘才喊大家停下手来。一整天了，思想觉悟有没有提高？有。排队吧，黑山盟的一队，百教神殿的一队，挨个上交家当之后呢，就可以安全离开辅导啦。就这样，真的放他们离开了？不杀了他们，不怕以后报复啊？哼，开玩笑，辅导资源那么丰富，等我出来的时候啊，就你们这群小元婴根本高攀不起。这人看起来好善良。行了，赶紧排队啊，马上天黑了，麻溜的。于是在这一刻，大家听话的排起队来，一是被揍的没了脾气，二是狗命保住了，做人要知足。哎，你们是黑山盟哪个山头的？我们是黑岩山的。呀，怎么？忽然被点了名，顿时黑岩山的人就有点慌。黑岩山的有一次免踢出岛的豁免权。啊！在场的10来个黑岩山的弟子全都瞪大了双眼，惊喜怎么来的那么突然？啊，那我们呢？当然是踢出去啊！你们又没豁免权。凭什么？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啊？有啊，他们黑岩山那个全力培养出来的天才金侍从，二话不说忘恩负义的背叛了他们黑岩山。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不会心中充满了正义吧？倒没有，只是因为金侍从在入岛前得罪了我，敌人的敌人就是半个朋友。没错，那事之后我们跟金侍从势不两立，要不是打不过黑金山，谁能咽下这口气啊？家当清点完毕之后，叶玲珑把他们的服饰挨个毁掉，送他们离开了辅导。叶玲珑他们开始盘点今天打劫获得的戒指，总结今天的收获，得到的结论是还是不够快。于是商量之后，大家便再次改变策略，从明天开始，所有人分小组都出去扫荡。分配结束之后，叶玲珑用苍水珠造了2个灵池，隔了座山，男女各一边。清玄宗的弟子们迅速地开始了修炼，一分一秒都不耽搁。一直有传言说清玄宗弟子光修炼不睡觉，没想到竟然是真的。话说回来，这么好的机会，这么珍贵的灵池，谁舍得睡觉呢？不得不说，蹭清玄宗的车队真的是蹭对了。啊，又是新的一天，出门干活啦！他们是真的1秒钟都不浪费啊！一大早，叶玲珑带着他的队伍前往昨天遇见黑金山弟子的地方，想看看有没有人收到丘陵雨的信息后来送头。叶子姐，昨天没来得及问，你这个小跟班哪里找的呀？他昨天第一次做诱饵，竟然完美的融入到我们，有点天赋啊！平常是没少演吧？他的未婚夫是黑金山的天才弟子，在黑金山被害了之后，他忍辱负重，混迹其中，打算伺机报仇。被害了的黑金山天才弟子，罗延中思索了一番。啊？莫非是忽然消失了的那位城北？25岁元婴后期，差一步化神。丘陵雨面色一僵，这人不是宗门联盟的吗？怎么黑金山的事情这么清楚？不对呀，我记得他年纪轻轻，天赋超群，一表人才，喜欢他的人很多的，但是他尚未娶妻啊！你不会骗人吧？叶玲珑回过头去，挑了挑眉，似笑非笑地盯着丘陵雨，知道他没说真话，没想到连这都能编。丘陵雨被盯着十分难受，被拆穿的他一脸窘迫，不知所措。他们忽然看到了前方有人，是黑金山的人。叶子姐，咋整啊？我在这里布个阵，你们去把他们引过来。行，哎，换身黑金山的衣服跟我走吧，城委的签。丘陵雨昨天就觉得这个人当诱饵的时候贱兮兮的，没想到他只是本色出演。换好黑金山的衣服之后，便看见罗延中伸出双手，嘿嘿，我来抓你喽！
妈呀，不是说演戏吗？能不能不要这么逼真啊？齐修上苍赐他一双没见过罗延中的双眼。救命！救命啊！秋灵雨1秒进入状态。快，有人在追我！黑金山弟子见此，迅速的提线聚集了过来。罗延中追着追着，看到他们人数众多，他吓得摸了一把挂在脖子上那颗又大又圆、超值钱的宝珠，然后掉头就跑。黑金山的弟子一看，手里的灵草顿时就不香了。别跑！带着这群大傻子呼啦啦地跑进了叶玲珑的陷阱之中。哼，你们完蛋了！昨天你们那群被杀的黑金山弟子也是这么上当的。当叶玲珑和江玉征共同收拾掉了6个人之后，罗延中也终于打败了那个元婴。我做到了，我越阶战斗，我打赢了。叶子姐，我除了赚钱有天赋，我打架竟然也很牛啊！你自己看看脚下。罗延中一低头，发现自己的脚下全都是加持的光圈。小骡子，希望你以后能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知。罗延中沉默了2秒之后，陆姐，你就是我的神呢！这颗大珠子送给你，挂你脖子上吧。陆白薇怀疑罗延中是在恩将仇报，忽然间一道强劲的灵力径直打在了陆白薇的身上。小骡子，叶玲珑和江玉征迅速地转过头去，只见他们身后不远处，不知何时站了一个大元婴。我终于等到你们了。兄台哪位？昨天是谁口出狂言，要抢走荣月的？原来又是叶荣月的舔狗啊，怪不得长得这么好看，原来是求而不得的配角脸。我啊，你一个小姑娘，为何要如此口出狂言？你怎知这是狂言呢？没准改天我就把他抢到手给你看。既然你如此的不知悔改，那我也不必再对你客气，动手吧。他竟然喊我们打他哦！那就打呀，跟他客气什么？都提出这种要求了，必须满足他呀！江玉征话音落下，率先冲上前去。叶玲珑迅速拔出红颜，加入到了战斗之中。2打1，哎呦，好痛啊！罗延中捂着胸口，整个人面色有些发白。你要不要紧啊？伤得重不重？心在滴血，算不算受伤啊？陆白薇低头一看，发现他穿在衣服里边的防御甲给打烂了，但是人没事儿。这人装备比他还齐全，他忽然有一种自己钱多，但是没用在正确地方的感觉。他们打起来了，那个人看起来挺厉害的，你快去帮叶子姐他们，咱这面子得找回来呀。兄弟，你长得人模狗样的，怎么年纪轻轻就眼瞎了呢？好可怜呢你！你在胡说八道什么？难道不是吗？这年头竟然还有人看得上叶荣月，这不是眼瞎是什么？他整容都把脸给整残了，你还那么喜欢？难不成是他那曾鬼贤的气质吸引了你这个同类吗？你给我闭嘴！嘿呦，大哥，就你这点实力，连我叶子姐都打不过，你就要去保护叶荣月了，脸还要不要了你啊？他迅速从戒指里拿出一个法宝，正准备先把后面那个铺加持场的给打掉。哎，那个开加持的小姑娘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干嘛？打不过就开始调戏了？你连我陆姐都敢动主意啊？哼！咦，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你有点眼熟啊。内心一个咯噔。你们是清玄宗的师妹，所以你真的是五师妹陆白薇啊！我想起来了，你是四师兄杨锦州。罗延中震惊的闭上了嘴巴，竟然还真的是自己人啊！叶玲珑也愣了一下，他回想了一下原著，四师兄杨锦州苦恋女主而不得，最后为了他黑化滥杀无辜，坏事做尽，死在了男主司玉晨的手中。万万没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见到四师兄，确实一表人才，就是没长脑子。喂，你们住手啊，别打了，自己人。谁跟你自己人？你现在是叶荣月的走狗，走狗不配当人。陆白薇说完之后，手中的加持场还放得更狠了一些。不是的，你们是不是误会荣月了？他现在虽然在黑金山，可那也是被七星宗掌门给逼的，他是无辜的，现在被害得身败名裂，无家可归了。无家可归？
你认真的吗？人家现在是黑山盟的少夫人。那是被迫的，他找到机会就会离开的。你脑子有病吧？有病趁早治啊！叶子姐，你解开我的禁制，我忍不了了，我也想打他。就在所有人都加足了马力，开始打爆杨锦州的狗头的时候，之前攻势最凶狠的叶玲珑却忽然停了下来。小师妹，你怎么不打了？毕竟是四师兄，难得见面一次，我们应该有话好好说。什么意思啊？昨天不还手撕黑金山弟子吗？事出反常必有妖。虽然不懂，豆芽菜好像要搞大事啊。根据经验，每次叶子姐那么温柔的时候，就有人要倒霉了。小师妹说的对，你就是新入门的小师妹，真是温柔又可爱，漂亮又乖巧呢。四师兄，很高兴见到你啊。杨锦州这会儿心情更好了，他从戒指里取出了几样价值不菲的礼物，送到了叶玲珑的手中。喏，这是四师兄给你的见面礼。谢谢四师兄。对了，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我们清玄宗都在这里啊，我带你回基地吧，我们边走边说。好呀。叶玲珑说完之后，把黑金山弟子的戒指全收了起来，然后带着杨锦州回基地去了。叶玲珑找了个地方让杨锦州休息，他要去处理一下刚刚捡回来的戒指。很快，收到消息的清玄宗弟子陆陆续续的回来了。四师兄，大师兄、二师兄、五师弟、六师弟、七师弟、二师姐、三师姐、四师妹，你们竟然都在这里啊！太好了，没想到有朝一日还能看到清玄宗聚集的这样齐全呢。大师兄，这2年不见你，今天突破化神了，你也太强了。你也是啊，我记得你外出历练的时候还是个金丹呢，现在已经到元婴了，还是后期呢。杨锦州一边接了裴洛白的话，一边讲述着自己在外的经历，使得原本冷冷清清的基地一下子热闹了起来。这个是我研制的丹药，各项用处都有，瓶子上贴了名字，你看了就会用。二师姐就送你几颗咱们清玄宗人人都装配的幻术丸吧，很有意思哦。咱的物资和装备啊，都是几位师妹准备的，我们没什么可以送你的，不如就一起喝点酒吧，我的珍藏的佳酿。大师兄，你竟然有珍藏？我跟你一起在清玄宗那么久，你从来都没有拿出来过。好东西当然要在关键时刻拿出来了。四师兄，我送你一只紫狐吧，跟你这一身很配的。谢了，五师弟。小师妹呢？对呀，他怎么不在呀？他去处理刚刚捡到的戒指去了。五师妹，你怎么不过来啊？你看起来怎么好像不是很开心的样子？我就是想不通。想不通什么呀？想不通小师妹为什么不让我们继续暴打四师兄？为何要暴打四师兄？因为我们不是偶然遇见他的，他是为了给叶荣月找场子，专程蹲伏小师妹的，而且是他先和小师妹动手的。啥玩意儿？你说什么呀？我怎么一句也没有听懂？叶荣月是四师兄的心上人，是四师兄愿意付出性命维护的人，他为此甚至不惜动手暴打小师妹。他当时并不知道是小师妹才动手的，知道之后就没打了呀。而且他们3个人联手，被暴打的那个人好像是他，没错吧？就在他正要解释的时候，你喜欢叶荣月？杨锦州点了点头，然后下一秒，前面的酒坛子不见了，怀里的紫狐被拿走了，还被二师姐柯心兰敲了脑袋。二师姐，幻术丸呢？还给我，快点，立刻马上！还有我的丹药。杨锦州整个人都惊呆了。不是，你们为什么？然后下一秒，裴洛白便一抬手把他的后衣领拎了起来，用力往外一扔，直接扔出了他们的基地。四师兄呢？扔出去了。扔哪了？远吗？不远，也就翻过了那座山吧。怕杨锦州走掉，叶玲珑赶紧转身去追。杨锦州被丢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懵的。他看着空无一人的荒野，整个人还有点嗡嗡的，感觉好不真实。这算不算被逐出清玄宗了？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匆忙的步伐声。他一回头，看到了狂奔而来的叶玲珑，但没了之前的激动，反而有些忐忑。小师妹，你是来补刀的吗？当然不是，我来接你回去的。那你觉得我喜欢荣月，喜欢错了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你自己觉得错了，才是真正的错了。就是说，你觉得我没错吗？
四师兄，我才13岁啊，感情的事情问我不合适。对哦，你跟我回去吧。可他们……放心，我有办法。你是我见过最善解人意、最温柔可爱、最聪明漂亮的姑娘了。那跟叶荣月比呢？杨景洲认真的想了一想。你和她是不一样的，你是很暖心的小姑娘，活在宠爱和快乐之中。她是身世凄苦的女子，在悲痛的命运中坚强前行。叶玲珑一怔，别的不说，四师兄他是真的一点心眼都没有啊！别人给他展示哪一面，他就毫不犹豫地相信了那一面，根本不带一丝怀疑的。这么实诚的师兄，世间少有，得好好珍惜。于是叶玲珑又笑着问道：那如果我跟叶荣月同时掉进了水里，你会先救谁？杨景洲顿时就愣住了，整个人呆呆的，半天想不出一个答案，仿佛真的很是为难。好啦，我们不会同时掉进水里的。杨景洲松了口气，但我们有可能不死不休。杨景洲顿时整张脸又揪成了一团。走啦，我们回去吧。杨景洲被带回基地的时候，除了清玄宗的弟子，昆吾城的弟子也回来了不少。五师兄，你藏的紫狐呢？穆萧然看了看杨景洲，又低眸看向他，一动不动，也一言不发。五师兄，别小气。穆萧然没办法，只好把紫狐给拿了出来。叶玲珑一回头，就把紫狐放进了杨景洲的怀中，然后又带着他去找大师兄裴洛白。裴洛白看到小师妹过来，一脸无奈的把佳酿拿了出来。然后叶玲珑又去了2师姐、3师姐和4师姐那里，他们也把原本要送给杨景洲的那一份礼物交给了叶玲珑。那都给你要回来了，你不要跟他们生气。杨景洲微微一笑，收起这些礼物。谢谢小师妹，虽然我知道他们都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理我的，但他们没有再次把我丢出去，我就很高兴了。我也有礼物给你，这里面是一叠符纸，各种用法都有，用法说明也写在里面了，有空你看看吧。小师妹，你是符修吗？对啊，我是符修。那你可太厉害了。对了，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灵珠，里面存了很多灵气，你可以吸收里面的灵气用于修炼。小师妹，你怎么什么都有啊？拿着吧，清玄宗人人有份。你先在旁边休息吧，我去忙一会儿。你忙完过来找我，我给你样东西。是什么啊？暂时保密啊。好。杨景洲找了一个不错的地方坐下休息，然后拿出了他最喜欢的那一套工具，开始忙活起来。小师妹，你什么情况？四师兄心眼不坏的，他就是被叶荣月给骗了。我们当然知道啊，所以才把他丢出去，让他反省一下。可是你这样，他根本就不会意识到自己错了的。大师兄，四师兄迟早会看清叶荣月的真面目，现在不急。为何不急？因为我还要逮叶荣月呢。他既然能够认识到并且爱上叶荣月，还相信了他那些乱七八糟的身世凄苦，那肯定是能找到他。而且他10有8九也是为了算计我，才会忽悠四师兄的。我就说小师妹怎么可能这么温柔，肯定是在算计四师兄吧。叶玲珑凶巴巴地瞪了他一眼。六师兄，请你纠正一下你的言辞，这叫不忘初心。你们难道忘了我来之前就说过，这次不干掉叶荣月，我就把脑袋砍下来给你们当凳子坐。你们舍得我掉脑袋吗？我赞同小师妹的做法，只要能够逮到叶荣月，四师弟委屈一下也是无妨的。这算什么委屈？要我说，是他自己眼瞎，怪得了谁？虽然我不知道四师兄为何如此天真又轻信于人，但目前来看，他确实是需要一场来自险恶世道的毒打了。没时间给他领悟，直接让他见识一场风暴来临。你们这么一说，我竟然还有点期待。这得是叶荣月第3次痛失群下城了吧？而且一旦抓到他，我们手里就多了筹码，回头收拾黑金山那俩化神的时候就好办多了。届时我们清玄宗将称霸福岛，无人能敌。大家的情绪便被调动了起来，满心激动。称霸福岛，无人能敌。四师兄，你手上拿的什么？刚做的点心。我在福岛里面发现了一些外面没有的灵植，味道非常的好。你们快来尝一尝吧。看，这么可爱的师兄，把他丢出去太残忍了。小师妹，请你揣着良心再说话。
叶玲珑3两步跑过去，高兴地拿起一个放入口中，香脆酥软，入口即化，里面弥漫着浓浓的灵气。这是什么新鲜甜美味？这也太好吃了吧！开始吃的时候，大家都很优雅，吃着吃着就变成了拼手速的比赛，拼到最后，盘子里就剩下最后一个了。大家相互对视了一番，宁明成要下手的时候，沈离贤一个眼刀送了过去。这时，叶玲珑拿起最后一个，送到了杨景洲的面前。那辛苦我们4师兄啦，最后一个给你吧。还是留给你吧，我喜欢做东西，平常自己也是经常吃的。这话一出，大家多少有点良心不安。可是接下来你要回归清玄宗的，以后每天我们都能吃到哎。杨景洲愣了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大家，发现没有人反对。那以后每天我都给你们做，这个呢，我想留给小师妹吃。叶玲珑点了点头，毫无负担地把点心放入口中吃掉了。4师兄，你今天晚上歇一晚上，明天呢我们就带你一块去扫荡。好。和往常回得极晚不一样，司玉晨今天回来的非常的早。玲珑，可否帮我弄一个专属灵池呢？我修为到顶了，想尝试突破。这么快啊？他昨晚泡了一夜灵池才上玉吧，今天就能突破了？司玉晨从戒指里拿了一个寒冰果递给了他。今天运气不错，找到了这个。不愧是大男主，恋爱脑没了，大气运还在。只有2个，这个给你，别外露。给我弄个灵池吧。叶玲珑对着他比了个 OK， 他这个人办事效率又高又靠谱。以后有这种好事啊，请第一时间来找我，我什么都会，不仅是造灵池，搭灵堂我都能给你办到。倒也不必业务那么广，干活吧。心情愉悦的带着司玉晨去找了个风水宝地，指挥他挖了个坑之后，他便拿出了苍水珠开始造灵池。造完之后，叶玲珑很识相的转身退下。终于要突破化神了，行吧，给你1个时辰，搞快点。他在说什么玩意儿？1个时辰，那可是突破化神呢。等一下，该不会当初他突破的时候就只用了1个时辰吧？司玉晨顿时内心一滞，忽然感受到压力排山倒海而来。1个时辰怎么可能呢？那就1个半时辰吧。雷洛白，1个半时辰，你认真的吗？我是认真的呀，元婴破化神而已，又不是飞升成仙，多大点事儿啊！1个半时辰你还搞不完的话，那你就自尽吧。下辈子投胎的时候，说不定资质能够好点。咱宗门联盟马上就要有第4个化神了，这样一来的话，咱在福岛上打击的底气都足了好多哎。痛失爱情的司玉晨，果然开始走上巅峰了呀！痛失爱情，他的心上人离开了吗？啊，他以前呢跟叶荣月在一起过，这事儿啊，全宗门联盟的人都知道啊。那他们为什么分开了？啊，这个说来话长了，我一会儿啊还要去修炼，来不及了，我就跟你说最后吧。在石泽山上，司玉晨被叶荣月一剑穿心了，导致重伤，差点没命了。后来救回来之后，又险些走火入魔，以至于拖了那么久才开始突破化神的。如果说他要是没恋爱脑的话，说不定你家大师兄啊压不过他的。荣月他怎么会这样做？他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嘿嘿，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哦，这听故事嘛是要收钱的，带上你的点心啊。别走啊！哎，再不走，缺席了晚修，你家小师妹要杀人了。罗延忠挥挥手走远了。小师妹明明很温柔的呀，这人有一句真话吗？然而当他走到灵池附近，发现所有人都准时聚集，无人迟到的时候，真的是小师妹的力量。杨景洲这一晚修炼都不太专心，脑袋里总是回荡着同门的反应以及罗延忠说的那些话。第二天一早，天边第一缕阳光洒落地面的时候，大家迅速的结束修炼，结队出门。小师妹，我们今天去哪儿啊？我们今天打算换个方向看看有什么好的机缘。那个方向是黑金山少主的落点，黑金山那些厉害的弟子都往那边聚集了。那你不想去见见叶荣月吗？可是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若是靠近了，只怕会死无全尸的。黑金山的弟子像是中了什么魔杖一样，莫名的非常的凶残，连带着黑金山关系好的几个山头风气也变坏了。可是黑金山一直在，你总不能一辈子不见叶荣月吧？那也得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再去嘛，那边危险，我不能让你们跟着我一起去涉险的。可是我也想见见未来四嫂，毕竟她能够让我四师兄如此的魂牵梦绕，必定是个很厉害的人。真的吗？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可其他人都不喜欢荣月，而且她也未必愿意嫁给我。四师兄，别人不喜欢她，那是因为不了解她呀。不喜欢算什么？了解她的人会直接砍死她。小师妹说的每句话都好好听呀。所以四师兄，你带我去见见她吧。不行。那你可以联系叶荣月啊，你就跟她说你见到清玄宗同门了。而且这几天呢，带着小师妹在外寻宝，说不定她也很想见见你的同门呢。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他确实有提到过清玄宗的弟子，他说他很是仰慕，但他如今名声狼藉，不敢高攀，让我见到了你们，不要提他的名字。他说的时候一定是哭得梨花带雨，我见犹怜，非常伤心吧？是啊，眼睛都哭肿了。多愁善感、心思细腻的女孩子是爱哭的。四师兄，你快联系一下她，说不定她也愿意见见我呢，好不好嘛？杨锦州无奈一笑，不知道其他师兄是怎么扛住小师妹请求的，反正他是扛不住。他从戒指里拿出了玉牌，想了想措辞，然后发了过去。今晚再看吧，他在黑金山有诸多不便，回消息总是很慢的，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不回的。说完，他便准备收起玉牌，结果玉牌一亮，秒回。小师妹，他说他也想见见你，不过他说了，让我不要透露他的身份，怕你知道了不愿意见他。怎么会呢？你跟他约定一个位置，明天呢带我过去就好了。你别让他知道我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不然他可能不愿意来见我了。好，那等明天我们相互给对方一个惊喜。好。四师兄这些年都去哪里游历了？为什么做出来的东西那么好吃？我这些年呢，鲜少在修仙界的，因为修仙界的人都不太吃东西，要寻找美食还是得去凡世间的。怪不得如此单纯，却存活至今，原来是去了凡世间。大家敬畏都还来不及，谁敢算计他呀？哎，你在凡世间那么长时间，那边灵气稀薄，你是靠什么修炼的？靠我的美食啊。美食？我有一个法宝可以吸纳并储存灵气，然后将灵气煮到美食当中。我每天呢都要尝试很多自己新做的食物，会吃进去很多灵气的。这下罗延忠和陆白薇更激动了，光靠吃就能提升修为啊？努力修炼办不到，疯狂吃美食，这谁不会啊？这其实就跟吃灵果一个道理，灵果里的灵气也很多，你们也经常吃啊，长进了没？顿时罗延忠和陆白薇脸上的笑容就僵了。吃谁不会啊？吃进去能高效率的转化成修为，那就是天赋异禀了，对吧，四师兄？小师妹好聪明啊。杨锦州确实是有一套自己的修炼法诀的。虽然你们现在还是金丹，但只要你们愿意努力，以你们的天赋突破元婴也不是没可能。欧啦，这种话就不必讲了。叶玲珑看他们这么爱偷懒，其实还有一个人的修为不是靠修炼长起来的，而且快元婴了。叶子姐，你不早说呀？陈七元啊。对，很好。有了走捷径的办法之后，罗延忠和陆白薇的心情便愉悦了起来。能用钱搞定的事情，那都不是事情。大师兄，你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没有不开心呢，我只是在沉思呢。哦吼，我就知道大师兄肯定能突破化神的，要是当初没受伤，他指不定是宗门联盟弟子里头第一个突破化神的。原来是这样啊！司玉晨突破化神的时间比大师兄少了1个时辰，哼，这就是男人之间的胜负欲吗？叶玲珑回头扫了一圈，确定四师兄正在专心致志地做他的美食后，他便拉着司玉晨和裴洛白一块开会去了。我有件大事要跟你们说一下，我约了叶荣月明天干架。别说是司玉晨，就连裴洛白都愣住了。
进度怎么拉得这么快？你怎么约的？四师兄帮我约的。这样也行？不确定叶荣月会带多少人，因为他以为我是被骗出来的，说不定他不会带那么齐全。但即便是齐全，也就是2个化身。裴洛白看向司雨辰，怎么说也是老情人，搞不好余情未了，下不了手。若是我们输给黑山盟的人，别说我们性命不保了，出去之后，宗门联盟也会陷入战火之中。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趁着他不知情，先把他给抓在手中，抢占先机。所以，我会全力配合的。那就好办了，一切按照计划进行，万事俱备，只待明天。此时，杨锦州刚做好了几大盘子的点心，点心出炉的时候，香味四溢，飘满了整个基地。哎，你们别跑啊，我还没给完呢。罗延忠和陆白薇跑得一个比一个快，什么丹药对修为，他们被坑哭了。那些丹药是人吃的吗？每一颗吃下去效果都不同，刚吃完全身发寒发冷的，立马就又吞一颗烈火烧心的，接着吃一颗痛入骨髓的，然后还要吃一颗浑身发胀的。这是在对修为吗？是要人命啊！想放弃的时候，陈其元还不乐意，说什么你都吃了4颗了，只需要再吃96颗，就有机会从金丹后期达到金丹圆满了，坚持啊！听听，这是人话吗？他俩同时意识到自己被叶玲珑整了。两人跑了一路之后，正好看见大家在分杨锦州的点心，两人像是见到了救命丹药似的，赶紧跑过去饿狼扑食。罗延忠一边吃一边觉得好委屈，他需要吃更多的美食才能治愈他受伤的身心。哎，昨天你不是还要听八卦的吗？我讲给你听啊。一个八卦，1盘点心，价格公道，公开透明。杨锦州笑着从戒指里拿出了1盘，塞给了罗延忠。啊，好吃。那你可以跟我说了吧？你想听哪个？是冤种大师兄谢灵义全心全意跪舔，结果反遭追杀，还是情种狐族3殿下许天优为爱付出性命，亦或者是情深根重天之骄子司雨辰为爱一剑穿心？哦，差点忘了，还有傻种神医谷少谷主众叛亲离，生死相随，随了个份子钱。这什么跟什么嘛？喜欢荣誉的人这么多呀。嗨，你呀只是万千爱慕者当中很不起眼的一个，就你那点付出啊，在他们丢脸丢亲丢命丢道心的付出面前，简直就没脸说了。罗延忠越说越起劲儿，终于有人肯付费听他那一肚子的八卦了，心灵瞬间被治愈。以后我举例子的时候啊，绝不会加上你，除非你为了他出卖整个清玄宗同门，害死他们，嚯，那就牛了。我跟你保证，叶荣月必定会十分感动，并且送你去跟他们团聚呢，让清玄宗在另一个世界啊整整齐齐的。看到杨锦州一副呆愣的样子，罗延忠立即劝道：真的，这是个好机会，我要是你啊，我必定是好好的把握。因为叶荣月啊平生最恨清玄宗了，尤其憎恨叶子姐。毕竟呢，他每次作恶多端呢，都是被叶子姐给拆穿的。嗨，那叫一个恨呢。荣月，他竟然跟清玄宗有那么多的牵扯，可他明知道我是清玄宗弟子，从未跟我说过这些呀。小师妹跟荣月真的有很多过节吗？有啊。你想听叶子姐巅峰舞会踩脸叶荣月一战成名，还是想听叶子姐青云州智慧反杀叶荣月，披露她勾结妖族，亦或者是想听叶子姐实则骨上干翻叶荣月，救下万人围杀的裴洛白？不过这些是得另外去付价钱了，2盘起步，不还价的。啊，这还能坐地起价的？杨锦州认真的想了想，拿出了他压箱底儿的全部存货，堆到了罗延忠的面前。这么多，那岂不是要讲一整夜？那晚自修怎么办？翘了吗？罗延忠含泪收下了所有的点心。叶子姐，对不起了，不是自己想要旷修，实在是你家四师兄给的太多了，这玩意儿不但好吃啊，还长修为的。就这样，他们从天黑讲到了天亮，讲到罗延忠口干舌燥，两眼冒泡，这年头混口饭吃真的好难。
杨锦州双手抱在胸前，情绪非常的低落。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当然啦，不然你觉得我是在编故事骗你吗？不信的话，你随便抓一个宗门联盟的问，但凡有一个地方跟我讲的不一样，那一定是他消息不灵。可是我清玄宗的同门没人告诉过我呀。哎，他们呢，大概是怕你伤心吧。你最爱的人和你最亲的同门竟然是不死不休的血仇啊。杨锦州一怔，原来是这样啊，我随口一说的。一大早的，你们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没什么呀。不是要出发去扫荡吗？我们走吧。小师妹，我们今天不去赴约了吧？什么情况？兄弟，你没点眼色吗？昨晚跟你说了那么多不可传扬的八卦，你不知道要保密一下的吗？叶玲珑眉头一皱，视线往罗延忠身上扫了一眼，然后再将视线挪回到杨锦州身上的时候，发现他此时的表情很是沮丧，满脸写着我做错了事情几个大字。为什么不去了？对叶荣月一见倾心，是我太过肤浅。我不该在不了解一个人的情况下就义无反顾地喜欢他的。他以前做的那些事情我都知道了，跟清玄宗的恩怨我也清楚了。他害了你，又害了大师兄，这事情触及了我的底线，我无法接受。叶玲珑顿时觉得又暖心又无奈。小师妹，听我的，你别去了。他既然什么都知道，一定是故意引诱你，他一定会带人来杀你的。四师兄，你说的对，他肯定会带人来杀我，但问题不大，我也点齐了人马准备杀他。他在利用我，你也是。是。事到如今，叶玲珑只能承认。对不起啊，四师兄，你可以恨我怨我，但我不后悔利用你。叶荣月掌握了我们清玄宗所有人的秘密，大师兄那件事情只是开始，他若不死，全宗门都要出事的，无一幸免。所以我这一次必须要杀死叶荣月，以绝后患。所以四师兄，容许我利用你一次，带我去见叶荣月，过后你要我怎么样都可以。既然说穿了便不是利用，也算是我为自己的错误而弥补。我只希望我们清玄宗未来的所有同门都能够越来越好，就像是现在这样，前所未有的相亲相爱，积极向上。再说了，他坏事做尽，害我清玄之人，他该死，我当然要找他报仇，取他性命。心中有恨，愿意配合，很好。那好，我们出发吧。好。一旁的罗延忠松了口气儿，这笔账回头再给你算。完了，被杨锦州大兄弟害惨了呀！非要出卖他吗？不能演一下吗？罗延忠苦着一张脸跟上叶玲珑的步伐，快要走到的时候，叶玲珑回头瞪了一路上苦着一张脸的罗延忠一眼。别给我露馅了啊！这么不专业的事情我怎么会做呢？就算我怕的抖成了筛子，我也能假装的那是得意的抖的身子。那 OK。 一看到叶荣月，叶玲珑立马露出了一抹震惊的表情，他迅速的后退了几步。叶荣月得意又激动的开口：锦州哥哥，你家小师妹好像有点害羞，你快抓住她呀，不然她要跑掉了。杨锦州顿时眉头紧皱，一脸生气。果然和罗延忠说的一模一样，用最娇媚的声音说最恶毒的话。但想到要配合小师妹，他把情绪都隐忍了下来。小师妹别跑，荣月要抓你。锦州哥哥，我不是那个意思。叶玲珑一看情况不妙，赶紧戳了戳杨锦州。那你是哪个意思？讲清楚点啊。四师兄，你的爱意呢？你是来吵架的吗？姓杨的这么快就被洗脑了？男人这么不靠谱的吗？不行，再试探一次。你是不是听了他们对我的误会之后便不爱我了？世人不解我，冤枉我，你也如此吗？我以为你会是特别的。杨锦州听到这话震惊一脸，天哪，他之前怎么会那么瞎？杨锦州被叶玲珑捏了手臂。爱你啊。叫他演的叶玲珑和陪他演的叶荣月都沉默了。叶玲珑满面震惊，内心崩溃。哎，我是不是演砸了呀？杨锦州偷偷摸摸地询问罗延忠。不是，这话你好意思问吗？罢了，你退后吧，四师兄。看样子现在到拼硬实力的时候了。叶荣月，好久不见，你的品味还是一如既往的差，整容怎么就整成这个鬼样子了啊？叶玲珑，
嘲讽我之前，不如先拿镜子照照你自己。你若真的好看，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男人喜欢你？而我走哪儿都有人为我疯狂，就连你的四师兄也不例外。你恨我，可你四师兄爱过我呀。他笑着笑着，忽然注意到叶玲珑和罗延忠正在用看白痴一样的眼神看着他。这两个人什么意思？叶子姐，他这脑子已经没救了，咱还是不要跟他废话那么多了吧。听他说话听多了容易降智的。我也没想到他已经愚蠢到这种地步啊！天哪，幸亏不是亲姐，不然我就要担心家族的血脉是不是有毛病了。你们什么意思？他竟然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你如今才13岁，尚未及笄，还是个孩子啊。他可能在男人堆里面呼风唤雨久了，忘记自己老了我近4岁，所以才会肆无忌惮在我一个小孩子面前谈论他数不清的男人。哎，可怕呀！你们！叶荣月被这一顿嘲讽气得脸都歪了，杨锦州的眼睛瞪得老大了，心底的懊悔不可控制的疯狂汹涌，这将会成为他这一辈子无法抹去的黑历史啊！好得很，嘴皮子厉害是吧？我倒要看看过了今天，你们这双嘴皮子还能不能用？从他身后忽然出现了一大群黑金山的弟子，这些弟子一个个的全都是元婴，实力非常之强。金世虫缓缓地从最后走了出来，动真格了是吧？哎，要干架了啊，出来吧！在裴洛白的带领之下，清玄宗的弟子们走了出来。我早就料到你那个化神期的大师兄会跟你在一块儿了，只不过你有一个化神，可我有2个呀。哎呀，夫君，我本不想惊动你的，可是没办法呀，这次辛苦你了。出生化神，你正好拿他们练练手吧。黑山盟的少主赵尚宇从后方走了出来，他一出来，叶荣月软弱无骨似的抱住了他的手臂，粘到了他身上，媚态尽显。那么接下来就是最刺激、最激动人心的场面了。新欢旧爱齐聚一堂，旁边还有一个演砸了的爱慕者，一场8点档狗血大戏，他又来了。叶玲珑按捺下激动的内心。哦，原来是新突破的化神，好巧啊！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刚突破的，不知道一会儿打起来谁能占上风。话音落下，昆无城的弟子便出场了。待他看到已经成为了化神的司玉晨的时候，他的双手下意识地收紧了起来，目光里一下子就染上了泪光。叶玲珑在一旁看得那叫一个心潮澎湃。原来搞了半天，旧情难忘的不是司玉晨，而是叶荣月啊！叶玲珑看他那一脸窒息的样子，猜测他大概连呼吸也痛。只见叶荣月在万分伤痛地看着司玉晨的时候，他的手一用力，把赵尚宇给抓疼了。你认识啊？叶荣月咬着唇，迟迟不语，看起来很是委屈。现在荣月是我的妻子，她的过去我虽然没有参与，但她受到的委屈，我会全部替她讨回。